你覺得狙擊步槍最遠究竟能打多遠？600米、1000米還是2500米？如今世界上最遠的實戰狙擊記錄已經超過 3.5 公里。可如果把時間倒回半個世紀前，600米就已經是絕大多數狙擊步槍的極限。那麼短短幾十年裡，狙擊步槍又是如何一步步突破物理極限，精準命中幾公里外目標的呢？今天我們就沿着5把傳奇狙擊步槍的發展軌跡，一起尋找答案。故事的起點要回到上世紀60年代的越南叢林。當時美軍手中的制式步槍射程並不算短，但想在幾百米外穩定命中目標依舊非常困難。在那個年代，狙擊作戰更多依賴優秀射手的個人天賦，部隊通常只是給精度較好的步槍加裝瞄準鏡，再從士兵中挑選射擊水平出众的人擔任狙擊手。但戰爭不能只依靠少數天才，美軍需要一種真正專業的狙擊武器，讓經過系統訓練的狙擊手能夠穩定完成遠距離精確射擊。1966年，美國海軍陸戰隊正式啟動選型，最終他們選擇了口碑極佳的雷明頓700步槍作為藍本。這款步槍原本是一款民用獵槍，但憑借成熟的旋轉後拉式槍機和出色的精度潛力，很快進入了美軍的視野。美軍在此基礎上換裝重型槍管，搭配光學瞄準鏡，使用 7.62 毫米北約彈藥，最終打造出後來聞名世界的 M40 狙擊步槍。但 M40 真正改變的，並不是簡單提升了一把槍的精度，它最大的意義在於第一次讓狙擊從依靠個人天賦，變成了一套可以訓練、複製、推廣的完整體系，讓精確射擊第一次成為一種標準化能力，而這也成為現代軍用狙擊體系的重要起點。只是600米射程終究只是開始。M40 讓美軍擁有了第一套專業狙擊方案，但如何把這種能力真正融入軍隊，變成一套長期執行的標準？1988年，美國陸軍正式列裝 M24 狙擊武器系統。和 M40 一樣， M24 同樣採用雷明頓700的旋轉後拉式槍機。這種結構最大的優勢就是可靠和穩定。對狙擊步槍來說，偶爾命中一次算不上實力，而在氣溫起伏、風沙干擾、地形複雜的環境裡，始終保持穩定的命中率才是本事。為了深挖遠距離作戰潛力， M24 配備了24英寸重型槍管、專用槍托和高倍率光學瞄準鏡。但它真正的價值從來不只是一把槍。圍繞 M24， 美軍建立了一套更加標準化的狙擊體系。狙擊手練的不只是射擊，還有測距、觀察、偽裝、彈道記錄和戰術協同，每一步都有統一規範。相比 M40， M24 最大的突破不是讓子彈飛得更遠，而是讓遠距離射擊真正成為一種可以複製的能力。但 M24 也有自己的局限，當距離超過1000米 7.62 毫米彈頭速度大幅衰減，風速对彈道的影響被成倍放大。想繼續突破距離，人類需要更強大的彈藥，而下一把槍和子彈將把狙擊帶入大威力和遠距離時代。在幾乎所有射擊遊戲裡， AWM 都是無視防具、一槍制敵的空投神槍。可現實中的 AWM 遠比遊戲更傳奇。上世紀80年代，遠程狙擊遇到了一個尷尬的真空區。普通的 7.62 毫米彈藥超過800米後，速度快速下降，子彈越來越容易受到風力影響，對遠距離目標束手無策。而像巴雷特這種反器材步槍，雖然射程更遠，卻過於笨重，並不適合作為常規狙擊武器。人們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彈藥，它既能擁有更遠的射程，又不會像.50 BMG 反器材步槍那樣沉重。最終.338拉普尔马格南子彈誕生了。相比傳統 7.62 毫米彈藥，這種子彈的彈頭更重，裝药更足，擁有更高的初速，以及更優秀的空氣動力學外形。1000米外 7.62 毫米子彈速度已經嚴重衰減，而.338拉普瓦馬格南依然能夠保持更穩定的飛行狀態。為了發揮這款彈藥的性能，英國精密國際推出了專門適配這款彈藥的 AWM 狙擊步槍。這一組合讓狙擊步槍第一次真正具備了挑戰1500米目標的能力。而真正讓 AWM 名聲大噪的是在阿富汗戰場。2009年，英國狙擊手克雷格·哈里森
使用 AWM 成功命中2475米外的目標，刷新了世界實戰狙擊紀錄。這一槍打出 2.5 公里，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當然，哈里森的紀錄有着極大的偶然因素，所以並不意味着 2.5 公里已經成為常規射程。因為超過1500米，真正決定命中的已經不再只是槍和子彈，真正影響它的是風速、氣流和環境變化。接下來，人類需要解決的是如何計算這些不可預測的變量，從而讓狙擊距離再次被改寫。為了應對2公里後風速、氣流和地球自轉的變化，美國 Chaytag 公司推出了 M200， 也就是著名的干預者狙擊步槍。它沒有繼續沿用傳統彈藥，而是專門配套研發了全新的.408 Chayta 彈。相比.338拉破馬格南，這種彈藥擁有更高的遠距離保持能力，飛行過程中速度衰減更慢，抗風能力也更強，即使飛越2公里，依然能夠保持穩定的彈道性能。為了充分發揮這款彈藥的潛力， M200 採用了超長重型槍管、精密栓動槍機和自由扶持結構，盡可能榨乾每一分射擊精度。但 M200 干預者真正劃時代的地方，從來不只是槍和子彈。Chaytag 公司圍繞它打造了一整套超遠距離狙擊系統，激光測距儀負責測量距離，氣象傳感器實時採集風速、氣溫、氣壓等環境數據，彈道計算機則根據這些信息快速計算出射擊修正參數。從這一刻開始，超遠距離狙擊比拼的已經不只是槍械性能，而是誰能夠更精準地計算子彈的飛行軌跡。M200 干預者的出現，標誌着現代狙擊步槍正式進入了系統加計算時代。而真正震撼世界的是最後這把槍。TAC-50 發射的是經典的.50 BMG 大口徑彈藥，它採用了比賽級的重型自由浮動槍管，配上玻璃纖維槍托，以及經過調校的槍機。相比 M200， 它沒有複雜的計算系統，卻在阿富汗戰場上一次次刷新了人們對狙擊距離的認知。2002年阿富汗山區，加拿大狙擊手羅布·福爾龍使用 TAC-50 狙擊步槍，在2430米的距離上成功命中目標。15年後的2017年，依然是在阿富汗，另一名來自加拿大第2聯合戰術部隊的狙擊手，同樣拿着 TAC-50， 在大山深處扣下了扳機，子彈大約飛行了10秒，整整飛行了3540米。這個數字刷新了人類歷史上的最遠實戰狙擊記錄。3540米是個什麼概念？相當於跨越了整整35個標準足球場。在那個距離上，目標在瞄準鏡裡甚至只是一個微弱的像素點。TAC-50 用這個震撼世界的實戰記錄，為人類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距離追逐戰畫上了一個無比耀眼的感嘆號。幾十年前看似瘋狂的幻想，終在 TAC-50 的槍口驗中變成了現實。從 M40 的600米到 TAC-50 的3500米，狙擊步槍的發展從來不是簡單的把槍造得更大，更不是把子彈做得更猛。每一次距離被改寫，都意味着槍械、彈藥、光學、計算又向前邁出了一大步。人類真正挑戰的，從來都不是遠處那個目標，而是自然規律本身。下一次，人類又會把狙擊距離推向多遠呢？